不知从何时起，一纸合约上的数字不再是一句沉甸甸的承诺，而成了可以随时收回的一种说法。我们这一代人是看着白纸黑字4个字长大的，签了字，画了押，便意味着把一段日子交了出去，交出去就收不回来。可如今，把几份最新的招股文件并排摊开，那点关于签字的旧信念竟一点点松动了。先看一组并排的数字，招股文件里写得清楚，自2026年5月起，一家前沿模型公司每月付出约12亿5千万美元，直到2029年5月折算下来，一年约150亿，3年累计450亿。这是给市场看的那一面，气势恢宏，仿佛把未来3年牢牢钉在了纸上。可同一份文件再往下翻几行，另一行字静静躺着，任何一方提前90天通知即可终止。后来连这家算力供应商的实际控制人也在公开平台上把它说得更直白，所谓3年实质不过是一份半年起租，其后双方90天即可解约的安排。这不是孤立。另一家搜索巨头与同一家供应商之间，标题数字是每月约9亿2千万，签到2029年6月。翻到深处，同样写着自2026年底之后，任一方90天通知便可离场。2笔交易，2个口径，一个用来宣告需求之盛，一个用来给自己留一道随时能推开的门。450亿负责生事，90天负责退路，前者朝着市场说话，后者只是自语。奇异的是，并非所有合约都是这副模样。把另一类摊开看，面孔立刻就变了。当那些大型云厂商不再当租户，而是反过来当买方去采购算力时，条款一下子强硬起来。5年的期限，近100亿乃至170多亿美元的总额，2成上下的预付款先行交付，而解约权只在对方交付不达标时才被勉强赋予，买方自己想走走不掉。这一类才是旧日意义上那种签了就得认的契约，钱要按年付足，门是焊死的。于是一个反直觉的图景浮了上来，同样是算力，同样是天文数字，谁当租户谁当买方，竟决定了那纸契约到底是钉子还是姿态。更耐人寻味的是，这分布的方向，回报最不确定，底子最单薄的那一端，那些尚未证明自己能稳定挣钱的模型公司，签的恰恰是最容易抽身的合约。90天，说走就走。而手握现金，最有腾挪余地的那一端，反而把自己锁进了多年的最低支付义务里，动弹不得。该走的走不掉，走得起的随时能走。这错位里有种东西，先记下，后面还要回来。读到这里，签约这件事旧日的重量便彻底散了。标题上的数字负责被人引述，被人记住；脚注里的条款负责无人细读，无人在意。而我们大约早已习惯了只看标题。更深的一层藏在谁拥有这3个字里。那批支撑训练与推理的芯片并不记在使用者自己的账上。一家私募资本牵头搭起一个专设的壳，以约350亿美元的分期结构买下定制芯片，再转租给那家模型公司。硬件停在壳里，使用者只付租金，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因此看上去清爽轻盈。增长是借来的，这句话去年还只是宏观账面上的一句判断，如今连承载增长的那张资产负债表也是借来的了。这并非孤零零一笔的巧思，而是一套已经成型的章法。据一家主要评级机构截至2025年底的估算，几家最大的云厂商手里攥着的数据中心租约承诺加起来约有9690亿美元，而其中约莫2/3，6600多亿，当时还没在他们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露过面。换句话说，单是这些被挪到表外，留待将来某日才显形的义务，其规模就已经超过了他们彼时向世人公开的那部分调整后债务的总和。账面上的轻盈是真的轻盈，
只是被卸下的重量并没有消失，只是搬去了别处，等着。还有一处更值得停一停，为那笔350亿的债里最大那一档优先票据提供信用支持的，据多家主流财经媒体交叉报道，竟是把芯片卖给这个平台的那一方。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一档优先债的定价很大程度上不再取决于那家年轻模型公司自身的信用，而是受益于那位老牌芯片供应商的投资级评级。评级借过来了，利息因此压下去了，借钱于是变得便宜，卖铲子的人替买铲子的人为买铲的那笔借款做了信用垫底。至于这份支持究竟是哪一种法律性质，覆盖到哪一档的哪一分钱，公开的监管文件里还查不真切，此处便只能写到提供了信用支持为止，余下的留白。可仅是这信用支持4个字，已足够让人想起一件旧事。世纪之交那几年，电信设备商也曾这样做过。那时光纤与交换机正当红，需求像是永远填不满。为了把自家的交换机、路由器卖出去，几家设备巨头索性主动借钱给那些买不起的运营商，让他们用借来的钱买下自己的设备。账面上这是订单，是营收，是一条节节攀高、人人称羡的增长曲线。一时间，9家设备商为客户备下的担保加起来约有256亿美元之巨。所有人都以为这是在为未来铺路，然后潮水退去，运营商付不出钱，泡沫一戳就破。那些曾被记作营收的应收账款原路返回，一笔一笔落回设备商自己怀里。仅北电一家在2001年披露的巨额亏损中，就有约20亿美元来自坏账与其他减记。曾经的增长曲线调头向下，比当初爬得有多急，跌的就有多陡。他们当年也曾确信需求会一直在，可那确信到底没能熬过一个冬天。把当年与今日并排着看，几乎是同一个故事，换了一身更体面的衣裳。供应商替客户把自己的产品买走，再把风险悄悄接回自己账上。20多年过去，从电信机房走进了数据中心，从同轴电缆换成了定制硅片，结构却分毫未变。所不同的或许只是这一回的资产负债表更厚了，厚到足以把损失递延得更久，久到让所有人都来得及相信这一次会不一样。而这更久恰恰是最该警惕的地方。于是回到开头那个最安静的反讽，把前面3节摊在一处看，一端是90天就能抽身的轻飘合约，一端是焊死了门的多年长约，账面被搬得清爽轻盈，重量却挪去了表外，等着。而这整套安排20年前已经原原本本地排演过一遍。3样东西摆在那里，本该让人不安，可人们的不安几乎都给错了地方。人们盯着的几乎都是那些看上去最脆弱的一端，未经检验的回报，90天就能解约的契约，谁看了都心里发慌。可正因为它脆弱，它显眼，它退得快，它的经济亏损与会计亏损几乎是同时到来的，无处藏身，也无从粉饰。真正把亏损藏得最深最久的，反倒是那些被称作刚性稳健的长期合约，钱照付，账照旧，简直被1年又1年地按在水面之下，直到某个不再续约的季度，才一次性毫无预兆地浮上来。人们为前者夜不能寐，却把钱安安心心地交给了后者。承认这一点并不容易。我们这些年为之定价的，究竟是一门正在生长的生意，还是一套被安排得足够周到，却迟早要醒的递延？当一个数字最值钱的部分是他身后那行可以随时离场的小字，当最安全的那一份合约恰恰是把真相递延得最久的那一份，这个问题不必急着回答，只是下一次再看见那种气势恢宏，把好些年都定在纸上的数字时，或许值得多花一点耐心，翻到后面几行，看看那里
是不是也静静躺着一句只对自己说的话？